学校医务室里，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生病了，她叫小南，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。可惜妈妈从来不记得，也没有给她送过任何礼物。隔壁的男孩康树是个大暖男，他虽然刚刚被同学揍了一顿，却不忍心看到女孩失望，决定送给她一个特别的礼物。他要给小南表演一个节目《鬼附身》，这是康树的独门绝技。他是招魂体质，从小就能见鬼，还经常被附身。后来有位大师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这才摆脱了噩梦。为了哄妹子开心，他拼了。不过表演之前，他提醒小南，如果出事，千万不要忘了把护身符给他带回去。话音刚落，男孩突然倒在床上，全身抽搐。小南有些害怕，但还是鼓起勇气上前查看。下一刻，小南真的看见了鬼魂，他吓得拔腿就跑，护身符也掉在地上。但康树还是命大，护士发现以后通知了他的妈妈，妈妈重新给他戴上了护身符，他终于脱离危险。不过颜值就是正义，小南盛世美颜，康树舔到永远。他不但没有怪小南，反而安慰他不要害怕。就这样，两人成为了好朋友。其实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不算特别恐怖，但最后的结局一定会让你汗毛倒竖。泰国高分恐怖片《凶灵假期》现在开始。一转眼，两个孩子都长大了。康树因为古怪的体质不受人待见，只有小南一个朋友。但小南却很受欢迎，暑期将至，小伙伴约他去一个孤岛探险，可他们强烈反对跟康树一起。小南没办法，只能妥协。一路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乘船接近了小岛。可船夫听说他们要在岛上过夜，大惊失色。原来这个无人岛曾经也是人丁兴旺，可据说岛上封印着恶鬼，他们每年都要祭拜一次，加固封印。但这次仪式出事了，有人不小心把蜡烛掉在地上，整个法阵瞬间崩溃，所有的村民被恶鬼屠杀殆尽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登岛，更没有人敢在岛上过夜。但这群学生不信邪，岛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他们按照地图找到了一栋别墅。这栋房子是别人抵押给阿仔爸爸的，后来房主失踪了，这栋房子也从抵押变成了过户。走进房间，小雷和小思马上腻在一起，她们是一对好姐妹，关系有多好，你可以把她们的名字连起来看看。大家各自回房，阿仔终于找到机会，准备和小南表白。可就在这时，康树又出现了。原来他早就打听到了小南的行踪，一路跟了过来。阿仔肺都要气炸了，脸上还要保持微笑。为了报复康树，他们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。估计是玩得太嗨，着凉了。第二天，小南感冒了，吃完药就上床睡觉。可阿仔等人却不消停，带着康树来到后山。据说之前的驱魔就是在后山一座寺庙中举行的。可康树从小就能见鬼，他能感觉到那里充满危机，他现在只想回去。但这群人叫上他就是为了捉弄他，怎么可能答应？生拉硬拽把他带到了后山。这里阴森恐怖，到处都挂着野兽的骨头。这帮人就算再傻，也终于感觉到有些不对。可看着康树瑟瑟发抖的样子，他们似乎找到了快乐，将不安抛在脑后。就这样，康树被蒙住眼睛，带入了神庙之中。更加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打开了祭祀炉，把康树丢了进去，护身符也被拿走了。康树吓得大声哭喊，他们终于良心发现，准备放他出来。可诡异的是，祭祀炉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锁，所有人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，而且根本没有钥匙。众人打算回去找根撬棍救出康树，可回去的路上突然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他们回到房间，打算等雨小一点再回去，可干等太无聊了，他们打算先喝上几杯。结果这一喝就再也没有停止过，几个人彻夜狂欢，把康树抛在脑后。祭祀炉中的康树表情狰狞，突然一声惨叫。小南猛地惊醒，发现同伴们喝得烂醉，横七竖八地瘫在地上，唯独不见了康树。地上是康树的护身符，小南的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大家急忙赶回寺庙，撬开锁，却发现康树不见了。
凑巧的是，阿杰昨晚落下的摄像机还在工作，也许他能拍到康树失踪的过程。大家在岛上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康树，昨天的船却如约而至。小南不肯离开，他一定要找到康树。船夫离开之前警告他们，晚上千万不要离开房子，因为今天是黑色星期五，鬼门大开。大家再次回到寺庙，祭祀炉突然关闭，阿仔以为是康树的恶作剧，用力踹门，可打开之后里面依然是空的。小司这时候看见一股人形的黑烟从屋顶掠过，他吓得大叫，众人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可在小司眼里，恐怖的一幕再次出现。天突然黑了，外面飞沙走石，大家想起了船夫的警告，急忙撤退。小南却在路上绊倒，康树的护身符掉进了水里，身后鬼影重重，他没有时间寻找，只能继续跑路。可回到屋子，大家惊讶地发现康树居然自己回来了，可大家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跟平时不一样。晚上，阿杰发现康树呆呆地望着门外，他靠近一看，居然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道鬼影。小司依然惊魂未定，抱着小雷瑟瑟发抖，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。终于雨过天晴，当小司睡醒，发现大家已经准备离开，他急忙下楼，一边追赶一边抱怨他们不该落下自己。突然天黑了，小司十分恐惧，却终于发现了同伴。但小雷的脑袋突然来了个360度旋转，吓得小司拔腿就跑。可当他回到屋子前面，却发现里面居然有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司用力砸门，小南似乎隐约听见动静，他发现玻璃上写着救命2个字。楼上传来小司的尖叫，大家急忙赶到，发现他在练瑜伽。下一刻，他一声尖叫，撞破玻璃，摔下楼去。随后，他缓缓起身，大声惨叫。周围出现诡异的黑雾，将他拖入了树林深处。这时，康树从2楼下来，他让大家赶紧跑，楼上有脏东西。可小南却拦住了大家。他和康树青梅竹马，他早就感觉康树有问题。大家害怕了，进入屋中，玻璃却突然炸碎。闪电中，众人发现屋内到处都是厉鬼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一个独眼男人出现了。原来他就是当年不小心闯祸的祭司。那次惨案之后，只有他捡回了一条性命。后来他为了赎罪，一直生活在岛上。他在地上插了一炷香，让大家不要走远，然后冲入2楼。随后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打斗声。小雷逃了下来，他告诉大家，法师正在与恶鬼搏斗。恶鬼暂时被压制住了，法师也受伤了。他说自己在河边有一艘小船，只要逃到那里就可以得救了。可惜他们出门之后就遭遇了鬼打墙，最后居然又回到了屋子里。法师神色凝重，取出一卷棉线，让他们围着柱子绕成一个圈，里面暂时就是安全区。可恶鬼依然在这个房间里，需要有人把他赶走，最好是个女人。小南自告奋勇，拿着蜡烛出发了。这根蜡烛十分强大，只要它没有熄灭，任何恶鬼都不能近身。小南上了2楼，发现一个穿着血衣的长发女鬼正背对着他。小南努力护住蜡烛，一点点靠近。一张鬼脸突然出现，小南被吓得摔倒在地，蜡烛也滚落一边。女鬼一点点靠近，小南急忙找回了蜡烛，居然还没有灭。下一刻，鬼魂消失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小南的妈妈出现了，让小南赶紧清醒过来。小南睁开眼，这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梦。她依然是个小女孩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她想象出来的画作。妈妈端着蛋糕走了进来，他们唱歌许愿，准备吹蜡烛。等等，吹蜡烛！小南突然反应过来了。แม่กูไม่เคยจัดงานวันเกิดให้คิดว่ามาหลอกกูง่ายๆเลยผีบ้า。蜡烛如同火把，直刺女鬼的面门。女鬼突然变成了康树，惨叫着消失了。楼下本来有位瑜伽女鬼正在一点点靠近众人，同一时刻她也消失了。但是危机依然没有解除，法师发给他们每人一根降魔杵，不是让他们出去战斗，而是让他们互相防备，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死了。现在必须找出谁是鬼，
否则午夜12点鬼门大开，他们将遭遇灭顶之灾。三人互相防备，楼上的小南也接到了新任务，找尸体，谁死了谁就是鬼。很快他找到了一具尸体挂在房梁上，是阿杰。阿杰为了自保，先发制人，反而捅伤了阿仔。他大喊冤枉，说自己不是鬼。法师让小南把尸体给烧掉，烈火燃起，尸体居然变成了小磊。终于真相大白，小磊反应很快，将降魔杵刺入了法师的脖子中。法师随手反击，将他化作一道黑烟。四周的外墙开始剥落，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后山的寺庙中。法师告诉他们，想要脱困，找到康树才是关键，他是恶鬼最好的寄生体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康树出现了，手腕一挥，法师被瞬间秒杀。康树露出恶魔的微笑，他告诉三人，他们之中只能活一个，谁如果想活，就把结界给剪断，然后去河边开船离开，他绝对不会阻拦。阿杰被蛊惑了，他剪断棉线，冲出门外。当他来到河边，这里果然有一艘船。可就在他一脸兴奋地准备发动，背后传来诡异的笑声。死去的小厮出现了，他满脸青肿，阴森恐怖，蹲在船尾一直在怪笑。阿杰砍下他的脑袋，自己却意外掉入河中，被木桩刺穿。就这样，他还是死了。虽然康树并没有出手。寺庙中结界虽然被破坏了，但小南的手里还有一根蜡烛。康树暂时离开。阿仔之前被刺伤了，他让小南不要管他了，12点之前一定要逃走。祭祀炉突然打开，康树虚弱地爬了出来。原来他的本体一直在这里，从未离开。他用最后的理智让小南快跑，他即将彻底化作厉鬼。小南这时想到了康树的护身符，这是唯一可以克制厉鬼的强大法器。康树真的化作厉鬼向小南扑来，阿仔为了掩护小南，被扭断了脖子。小南历经磨难，终于逃回了当初那个水潭，在里面找到了康树的护身符。四周飘来一阵黑烟，康树出现了，他努力克制，让小南赶紧跑。但这次小南没有再逃。小时候他因为懦弱差点害死康树，同样的错误他绝对不会犯第二次。康树再次变成恶鬼向小南扑来，但最后时刻小南终于成功的把护身符套在了他的脖子上。康树的脸不断扭曲，护身符发出淡淡的光晕，从他体内逼出魔气。康树终于恢复了理智，但可惜他入魔太深，即将与恶鬼一同消失。午夜将至，周围的鬼影越来越多，小南将护身符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一阵强光过后，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。当小南再次醒来，他已经出现在医院里，他终于得救了。可同行的小伙伴无一生还。时间来到半个月后，小南将一切都写在了日记里，他将永远怀念这些伙伴。这时妈妈捧着蛋糕走了进来，经此一事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女儿不够关心。小南微微一笑，母女二人终于和解。ตราบใดที่เทียนยังไม่ดับ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มาทำอันตรายเองได้直到这一刻，小南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未走出小岛，这一切都是恶魔的算计。蜡烛灭了，他的生命同样走到了尽头。客观来说，这部电影的故事中规中矩，恐怖氛围的营造也流于表面，但这个结局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是山秋阳，咱们下期再见。